澳大利亚政府这么做是在鼓动运动员用葬送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方式来达成阿库斯集团的阴险的政治目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澳大利亚鼓噪运动员破坏北京冬奥会。最近呢，澳大利亚政府首脑和媒体竟然公开鼓噪，要求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在赛场上采取一些手段来表达西方的反华政治意图，甚至公开说要求他们在赛场上甩鸡蛋。这完全亵渎了奥林匹克精神，用心呢是极为恶毒。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上呢，曾经出现过运动员在赛场上通过肢体语言来抗议不公正的社会制度。1968年，两位美国黑人运动员在墨西哥奥运会上领奖的时候做出了抗议动作。当时的美国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种族歧视。虽然黑人在体育运动方面极有天赋，而且成绩显著，但是在美国社会，黑人是处处遭受歧视，甚至是迫害。美国的种族歧视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才有了旷日持久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尤其是阿库斯集团的这3个国家，有一个非常丑陋的习惯，那就是规矩都是给别人定的，哪怕是自己起草、自己推行、自己带头签署的协议，那都是从来约束别人的，而不是约束自己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本身就是为了让世界各国各民族在超越政治分歧的前提下，共同投身于体育运动，促进全人类的健康与发展。自从现代奥运会创立以来，一直都是在这个原则之下运行。哪怕是在1936年的德国奥运会期间，当时的纳粹德国也没有因为政治原因反对美国和英国的运动员进入德国参加比赛拿奖牌。相反，倒是美英集团特别喜欢拿奥运会的做政治文章，给那些不听话的国家或者是民族找麻烦。澳大利亚政府公开鼓动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上捣乱，用心是非常恶毒的。这种恶毒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而且是针对诸多参赛的运动员。国际奥委会和有关的运动协会对于运动员在赛场上从事政治性的活动有严格的惩罚规定，有的要给予相当长时间的禁赛。对于大多数运动项目来说，运动员吃的是身体饭、青春饭，黄金运动期限也就那么几年，过去了，身体素质就要下降，就没有参赛或拿奖牌的希望了。10几年甚至几十年辛辛苦苦的汗水与磨练就要付诸东流。澳大利亚政府这么做是在鼓动运动员用葬送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方式来达成阿库斯集团的阴险的政治目的。这种事情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我们遭到西方的恶毒攻击已经几十年的时间了，什么样的不堪入目的招数都见识过。但是对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和这些运动员来说，被政治阴谋裹挟，代价那实在是太大了。可悲的是还真有那么一些运动协会受这种偏激的政治浪潮的影响，采取了不理智的做法。国际网球协会就是其中的一例。他们因为子虚乌有的谣言，就要禁止在中国大陆举办国际网球联合会的各种比赛。在今天新冠疫情肆虐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愿意出资出面举办世界性的体育盛会，是冒着很大的风险，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至少在防疫和救治运动员方面，就要投入很多额外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政府以及西方的很多国政客还想破坏奥林匹克运动，让人不得不问一句：他们是希望人类的体育事业就此被摧毁吗？竞技体育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奢侈品，因为它是一项很脆弱的事业，也是一项很脆弱的产业，很容易遭到摧毁性的打击。只有在和平与合作的大环境下，才能够顺利的开展。中国为了支持奥林匹克运动，是拿出了巨大的耐心和包容力的，允许台湾当局派团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各种奥林匹克运动，已经体现了最大的诚意。如果阿库斯集团步步紧逼，迫使中国政府在奥林匹克运动方面采取一拍两散的态度，那么受伤害的不仅仅是这些运动员，更是整个人类的文明。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